明朝灭亡之后，那些不愿意降清的移民逃往台湾，甚至东渡日本，又引发了怎么样的历史波澜呢？公元1644年，清军入关，明朝大势已去，一大批移民从北方一路逃难至福建，加入反清队伍，这一扛就是几十年。这里最关键的有一个人物，叫做郑芝龙，他是福建泉州人，年轻时跑过澳门，会说葡萄牙语，后来又去了台湾。20岁那年北上，跑到日本长崎附近的平户岛。这人呢，易商易道，在当地人脉特广，还娶了日本妻子田川松，生下了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。几年后呢，郑芝龙回到福建发展，郑成功呢则和母亲留在平户，一直到7岁才去福建和父亲团聚了。有些明朝移民不死心，还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反清复明。公元1645年，郑芝龙派手下林高去平户起事，带去水军将领崔之的信，请求日本出兵支援。这封信送到江户以后呢，幕府认真讨论了几个星期，但由于搞不清中国的局势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日本最后决定先不贸然出手，继续观望。他们一边从琉球、朝鲜、长崎、华商和荷兰人那边多方搜集情报，一边呢暗中观察。在同年，清军南下，为避免福建大战，清廷劝郑芝龙投降，承诺给他在北京留个职位。郑芝龙呢谈判以后也同意了，搬去了北京。可他儿子郑成功呢却坚决不降，继续带着父亲的旧部抗清。和父亲一样，郑成功也多次向日本求援。虽然正史上呢没有给日本出兵的直接记录，但郑家的商船一直通行长崎，幕后很可能还拿到了一些武器的支持。日本人了解明朝移民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隐元禅师，他原本是福建福州一带的一个高僧，跟明朝的移民联系密切。日本当时要求所有在长崎的中国人呢必须去佛寺登记，因为福建籍的僧人不够，隐元呢就被再三邀请。他终于在1654年东渡日本，他待遇特殊，不像一般华人呢被限制居住在长崎。后来呢，他还去主持了大阪高龟市的普门寺，甚至在1658年见到了幕府将军德川家纲。将军呢也趁机向他打听中国移民的情况。1661年，隐元在京都建立了万福寺，影响颇为深远。我们再说回郑成功。公元1659年，他率军北伐南京，却惨遭失败。清廷逼他父亲劝降，郑成功又拒绝了。结果呢，郑芝龙被处死。父亲，皇帝赐我国姓，取名成功，为的就是要重建大明，收复台湾呢。郑成功带25000人退守台湾，攻下了台南的荷兰热兰遮城，就是今天的安平古堡，控制了全岛。但是到了第2年，年仅37岁的他因疟疾去世。后来他的继承者在公元1683年降清，台湾也就被划入了福建省。汉布鲁克先生，中国有这样一句话，叫物归原主。台湾自古是我们中国的领土，被你们强行霸占，今天我们收复，理所当然。尽管日本政府从未正式支持郑成功，他在民间却成了大红大紫的悲剧英雄。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在1715年写的《国姓爷合战》轰动一时，长久不衰。在这出戏里呢，把满人、蒙古人都写成了外来的野蛮人，而郑成功因为有日本血统，反而呢更高贵、更英勇。这种叙事暗中强化了日本比清朝优越的集体意识。也不是所有的明朝移民都选择去了台湾，比如大儒朱顺水，清军入关后毅然东渡日本，不再回国。他后来成了德川家纲的孙子德川光方编写《大日本史》的首席顾问。这本书呢，一直到公元1720年才完成，强调的是忠君思想，也无形中加强了日本人对天皇的效忠传统。你看，一段明末的移民东渡史，竟牵出了文化、血统、忠君观念的复杂交织。那在下一次呢，我们要正儿八经的聊聊江户时代的日本到底是怎么和清朝做生意的。长崎一港
一纸信牌背后藏着多少贸易暗战与外交的博弈。